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美水下猎杀战，现在说是全面开打了。尤其今天等一下会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19艘核潜舰现在挂上了一共是达到40枚的战斧飞弹哦。中国大陆方面也有武器来做反制，它的秦级的潜舰，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细节哦，还有整个反潜的系统，包括了直20F 等等反潜天网。等着来做猎杀。好，今天就中美的这个军事武器，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剖析。好，西太平洋尤其现在是不是下一波最危险的战争在酝酿当中呢？中美的决战点，大家说，不是只是在看战机了，现在也要看一看说这个航母啊，美军尤其能不能开进第一岛链呢？因为现在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揭露，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看到 CNN 揭露的，美国的海军。我们来看到，它原本规划是有19艘的维吉尼亚级的潜舰，现在要重新定位了，要把它升级成巡弋飞弹的核潜舰。原本呢，停手是12个发射的位置之外，现在说，要再增加，一共是28个大型的垂直发射的位置。所以呢，12加上28，等于说现在的武器总数可以达到40个。要应对的就是什么呢？他们现在在第一岛链这边，其实他们很怕。中国大陆准备好的各种的飞弹，不管是东风21啊、东风系列导弹，到这种海上的辽宁号啊、055、052D、山东号、福建号都已经对着他们，甚至还有轰6K 啊。隐形战机等等的，加上如果还有卫星啊、预警机、无人机跟远程的飞弹的话，等于美军的航母，你真的要进入第一岛链，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美军现在怎么办呢？他们打算要把他们的潜舰先开进去，直接从第一岛链内部就来做布局，来防止中国大陆建立好整套的反区域拒止的系统。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美国原本规划我们刚刚提到了嘛，19艘是维吉尼亚级，现在等于说大变身，变成了叫做水下飞弹武器库，加上现在单舰它因为它升级了，一共是达到40个武器的总数哦，它的发射位置哦。潜入第一岛链，这样子会比航母还要更难防守吗？那中国大陆现在要守的反而是看不见的海底发射正位了吗？那舰长怎么解读？首先，大家要知道，核子潜舰分2类，一类就是它只装那个核弹，在国家被毁灭的时候，它做出第2级，只要我们国家被攻击，你不知道它躲哪里嘛，它就从海底发射一个导弹去打你，那它就具一个相对毁灭的一个威慑力，那别人就不敢打我。这是一种，这种叫做战略核潜舰，你把它摆开一边，这个平常躲哪去都不知道，它出现就是世界末日。那第2个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叫做攻击核潜舰。其实所有的潜舰基本上都是空袭的，但是它是一个核子的，对，它因为核动力它就很大，它可能将近1万吨，像我们的海龙海虎大概就2000多吨。那海龙海虎其实他们平常以前它这个发射管也可以打攻船飞弹，或者说我可以打重型鱼雷，我也可以打这个鱼叉飞弹。那以前不可以打这个战斧，它现在这次所改变的就是每一艘我是不是加一个28枚的战斧？那说穿了就是28枚的战斧而已。那28枚的战斧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慑力呢？我这样子说，像那个所有的动物的这种大区，或者他们的巡洋舰的那个大区，他们大概都有112个垂直发射管。如果它可以装各种不同弹夹，如果通通装战斧，就是112枚。所以你说这个武器量大不大？其实没有那么的吓人。那第2个，潜舰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认识潜舰军官，你跟他聊天才知道，他们非常骄傲的，就是我不打你们水面舰你永远没有机会攻击我。就是我之所以会有机会让你攻击，是因为我浮上来想要打你。如果我不想打你，你怎么可能找到我？对，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对不对？声呐、主动声呐这么多找不到吗？我跟你讲，真的很复杂。因为水下的环境是靠声波，就像海豚嘛，发个声波一个回波，很近距离是没问题啊。几千码以后，你知道它经过层层的隔的，有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密度、不同的压力在那东西，它会形成很多的折射反射。你就去想一想。如果我今天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它这里摆了很多的镜子，一面一面的，我要找到我的目标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怎么闪一个？其实那里折过来的，所以它就是这么的复杂。那你说哇，那这么厉害，不是很可怕吗？我再说它有2个弱点，它的第一个弱点就是，其实它的威力有很大，它火力有很大吗？它没有很大，就是28枚嘛。
随便一个驱逐舰都96管，什么100多管，就它的火力是有限的。它就像一个忍者，日本的忍者，你知道最厉害是什么？你不知道他在哪，但他跳出来，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开一个坦克吗？没有，他就是射个飞镖啊，什么东西都是小东西。是潜舰是类似的，它的火力没有这么大。还有第二个，它是最大的好处是隐秘，但是你就不要动。你只要在某个环境里面，你发起一个攻击，像他说战斧一定是哇冲上去的。那个现在的监侦啊，无论是无人机啊，这个间谍卫星，它很快就看到一个热上来，那你明明没东西，怎么跑出一个东西？就是潜舰。我可以立刻动用我所有的空中武力到那里去布下神标去抓你。就说我不打之前我很厉害，但是我只要攻击一次，我就暴露了我的位置，除非对方是非常弱的，但中国大陆这方面并不弱。然后最后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克服呢？我觉得所有对潜舰的克服就是第一，潜对潜。我刚刚说的这种隔来隔去，是因为为什么？你跟它的深度不一样，水面去侦测它在这，它藏在这，这中间隔了很多的镜子。可如果我有一个潜舰跟它同样的深度呢？它就很容易去找到它，没有这么的困难。这是第一个。那中国大陆这个潜对潜很厉害，它核子潜舰或许不多，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柴油潜舰很多。对，它柴油潜舰，它上次卖给巴基斯坦，它9个月下水3艘。我看他那个哦，那真的是瞎饺子。对，所以他如果布置在他一个东西潜伏在那里，他可能有很好的防卫。还有第二个就是空中反潜，潜舰很难打到这个空中目标。你像今天这个这么厉害，这个 Virginia 的这么厉害，问他有没有一个可以打到天空的飞机的？没有，战斧是打陆地的，水下是打船的，什么鱼叉也是打船，他没有办法打空中。所以如果今天顶空有一个这个直升机在上面或无人机在上面，我可以告诉你，他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只要上面有一个飞机在，他根本不敢上来。所以他有他的弱点。第一，他的武力不是很大，不要太担心。第二，他有很多的弱点。好，这边是舰长帮我们特别看到有关于这个维吉尼亚级的潜舰它的一些战力哦。那中国大陆的部分，我们现在也看到，确实潜对潜现在也有做出反制动作。那现在呢，被美国的商业卫星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讨论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一艘，现在呢秘密的在中国大陆的上海江南造船厂在造吗？是不是097？秦级的潜舰呢？我们来看一下小档案。艇身长度120公尺，宽10公尺。现在外界关注的就是它的舰桥了。为什么呢？因为潜舰上方最明显的帆罩很明显被缩得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卫星照片里面几乎都没有办法看到。那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就是它可以降低水下的阻力，减少乱流跟深穴，就很难被发现了。它这一艘潜舰是专门强化它的隐蔽跟猎杀能力的，这是它的第一大优点。第二大优点就是它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核子钟，简单来说就是潜舰能够更加精准的进行长时间的水下导航，而且更久的时间它是不用浮出水面的，而且可以长时间都躲在海底，很难被发现。谢大使怎么看？那这样代表美军的水下霸权还能维持多久呢？因为这个097现在官方没有资讯，那么都是民间在猜测，那还有就是这些西方的这些间谍机构常常说，他拍到的照片，然后就说097它上面的船桥很小是吧？然后就做一条大篇文章，然后长多少，那都在这个船坞里面照到的。这是在这个上海造船厂，过去中国大陆核潜艇都在葫芦岛这个渤海造船厂，那都在那边做。所以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现在我们以知道资讯来讲的话，核动力的潜艇还是以093、094，是094还有新型的094A 为主要的这些构成的这些船舰。那093它是攻击核动力攻击潜艇那么它是负责攻击的。094跟094A 呢，它是战略的战略核潜艇，它是负责什么？核战发生以后第二波的打击，就确保相互毁灭的第二击。那所以这两种的话，事实上的话，现在中国大陆也承认。那中国大陆到底目前有多少个这个核潜艇呢？那这个我看了这个DW 那就是说这个德国方面的讯息他们说有32艘，32艘，可是也有人估计说大概只有一半的数目，
因为这里面有2型的这个核潜艇啊，现在还是很神秘。那西方很多这些媒体啊，包括中国的这个军武迷啊，也都说有看过那2型，一个095，一个096，认为都已经在服役了啊。那就097传闻已经10年了啊，到现在还摸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何方的来历啊。可是就是说，美国是核子动力的潜艇加起来有71艘，中国大陆说，那德国方面讯息说有32艘，这个反正中国大陆从来这个高度机密，从来也不回应，从来不会进一步说明。可是095的话，它也是攻击性潜艇，096是战略潜艇。那我们现在讲到097呢，它是一个攻击性潜艇。那这里面就是说，有人传言说这097它在海水面下的航速到100节，哇，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目，这个数目，那这个可以飙车的那种。可是它的动力呢，它有一种新的技术叫磁流体推动技术。你知道现在比较新的这些核潜艇，它是已经不用螺旋桨，它是无轴拱喷推进。这种好处是什么？动力大，声音小。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很多新的技术都在传闻当中。那中国大陆这个如果097攻击潜艇它如果出来的话，事实上它这个配备的武器系统非常的完备，有100多种嘛。所以100多枚这个攻击性武器所以是一个水下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极大的攻击力量。那这个绝对对美国的水上部队来讲的话是极大的威胁。而且核动力潜艇你要知道，它一个特色跟传统动力潜艇，它的航程是无限续航的。对，它不需要加燃料的。它可以在水底下待很久。甚至它水底下它可以潜航的这个097的，它可以潜的深度是传闻是800公尺。那你怎么找到它？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现在就在拼这个水下的战斗力量，而且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说赶得非常的快。现在不管是095、096、097这些新的潜艇，这个核动力潜现在都传闻了10年以上，那就是还没有看到。都是在猜测，我们这边我们很多报纸也常常登，那中国大陆都不吭气。那不过一般的推测，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是加快速度，在改善跟美国的差距。好，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在水下的这一种立体的反潜网。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建立的是一整套，不管是从我们刚刚介绍到的一系列水下之外，还有水面跟天空的。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2款是天空上面的反潜武器。第一款要来看到的是升级版本的是从 Y9 反潜巡逻机升级版本成 Y9FQ 的这一款战机。那么我们先来看到它的机鼻下方换装新的主动向列阵雷达，而且机尾也有升级，并且进一步缩小还改良那机侧可以携带大量的声纳浮标，在海域下面就可以建立水下的监听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直20了，比过去的直9，它的升级点是在它更大，而且它的航程更长，可以搭载放声纳，还有声纳浮标跟反潜鱼雷等等。重点是呢，现在包括了海上也要为了配合说这个直20更好操作，所以有把052D 跟054A 改良型的直升机的甲板跟机库呢，去把它加长。那战力的部分，上次哥又怎么看？好，我这次中国大陆这个81建军节有推出一个智胜6级的这个军事纪录片那这里头提到海军的部分，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海军很厉害，公认都基本上可能赢过美国了。可是在这智胜当中，有一位这个舰长，他特别提到忧心忡忡提到说，其实还是有2个罩门中国大陆一个就是所谓防空。也就是说，如果有像 F-35突破了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导弹跟部分的障碍，逼近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的话，直接就来打你航空母舰。这个部分他们也不是100%没有问题好，第2个罩门是什么？就是防舰，也就是说防潜啦，防潜。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的美国方面这个潜舰这件事情，中国大陆海军不是自认为自己已经都 OK 了。好，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潜艇。前面帮2位提到的，因为它这个水文，特别是到深海，现在再厉害的侦测到，如果你真的潜到很深海的，还是侦测不到的。
所以再加上说，过去来讲，你这个岸基反舰，你虽然有一些巡逻的这个飞机，可是你没有办法24小时啊。而且如果你远洋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不一样，你没有那么多海外的军事基地啊。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做远洋的部分。中国大陆是知道自己的罩门，所以现在就目前的准备，我们整体来看，首先针对于这个远洋这方面，万一远海这个远海可能是第一岛链之外往第二岛链靠近，主要是靠运9反潜机。那就运9反潜机其实不断的增加它上面的很多的反潜的这个侦测的设备。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大家空中反潜。空中反潜是真的蛮重要，就前面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这个过去是直9已经很多落后了啦。现在这个直20F 它是大批量的送上航空母舰，包括055甚至到054B 各种的反潜功能，所以这个反潜直升机应该看起来现在是主力。除此之外，飞机上空中还有 KQ200的反潜舰的无人机，是专门针对潜舰，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发展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在舰艇方面，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战力。现在你不要说现在所谓这个航空母舰055、052DL 这些，他们自己本身都具备这个反潜舰的能力，但是最厉害的还是针对于潜舰是054B 的这个护卫舰。054B 护卫舰里面所装载的都是中国大陆最新甚至没有对外公布的，对付这个潜舰的。那这个部分呢，在过去只有2艘。今年8月刚刚第3艘 OK， 第4艘也快 OK 了，第5艘正在建。未来预计到2028年会有10艘，这10艘都是针对于美国潜舰所建，所以也就下水饺，赶快最强反潜舰的这动力。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说水下的部分，现在中国大陆有发展出，比如说海底这种类似像这种光缆式的这种侦测的，它就很多一根一根的线头，所以它有新的侦测这个海底的部分的新的技术，还有一个深海的无人的这个 XLUUV 还没有真的对外披露啦。反正有很多最新的技术，但这边得说的，中国大陆现在主要还是对于反潜。知道自己本身的罩门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在这个体系化里头，特别是针对水文，除了我们现在在台湾第一岛链周边，他已经查得死去活来，因为现在他们针对反潜主要目标还是台海，所以对于远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部分，那是再说。但我们看到这中国大陆之前不是跑到南太平洋经常跑去吗？对，这里头其实也在侦查那边的水文状况，对于未来最后要对付美国潜舰的重要的水文资料。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